2005年，马来西亚在一起引起国家震动的案件中，跆拳道黑带选手王丽娟的生命以悲剧收场。她是一位天才般的跆拳道选手，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信息技术分析师。王丽娟生于马来西亚，从小对格斗艺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她的父母支持她的兴趣，使她得以进入跆拳道的世界，在那里她迅速晋升为黑带选手。后来王丽娟移民到美国，那里她完成了学业，建立了事业，并结婚生子。2003年，因为父亲的手术，王丽娟回国照顾他。在计划返回美国的前夕，她在一个聚会上与朋友们相聚。不幸的是，这是她最后一次与朋友们见面。在送母亲和妹妹回家后，王丽娟在前往取车的途中遭到绑架。警方在一个废弃的工业园区发现了王丽娟被烧成黑炭的尸体，随后确认了她的身份。案件调查揭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，王丽娟在绑架过程中至少有2次逃生的机会，但她没有抓住这些机会。经过缜密调查，警方逮捕了嫌疑人阿里斯，并在2005年将其定罪。这起案件在马来西亚引起了极大的关注，尤其是在女性安全和武术训练领域。它凸显了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个体，在面对突发的暴力时也可能无法自保，引发了公众对女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深刻关注。在2003年的时候，死刑并未被废除，由于阿里斯犯罪手法极其残忍，犯罪动机极为恶劣。最终2005年，在所有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马来西亚法院以谋杀罪判处其死刑。这个悲剧中的王丽娟，情商高且拥有跆拳道黑带的人，在突发事件中乱了分寸，错失逃跑机会的情况，可以从几个心理学角度来理解。一、应激反应。当人们面对威胁或紧张情况时，身体会自动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。这种应激反应是由古老的生存机制驱动的，主要通过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些激素来调节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尤其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，这种应激反应可能导致他们冻结或无法做出理性判断。创伤反应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或威胁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人也可能体验到极度的恐惧和震惊。这种创伤反应可以导致大脑的某些部分，如前额叶，负责规划和决策的区域，暂时失去正常功能，从而影响判断力和反应能力。二、冻结反应。在战斗或逃跑以外，还有一种冻结，或称失神的应激反应。这种反应在面对无法战胜或逃避的威胁时出现，使个体陷入一种僵硬、无法动弹的状态。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武术家，也可能在极端压力下体验到这种反应。三、认知失调。拥有高情商和良好自我防卫能力的人，可能对自己的应对能力有过分自信。在真实的威胁面前，这种自信可能转化为认知失调，使得他们在危机时刻不能迅速适应，从而错失逃脱机会。四、环境和情境因素。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不仅仅取决于个人能力，还受到当时环境和特定情境的影响。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个人，在未知或复杂的环境中也可能表现出意料之外的反应。总之，即使是情商高和身体能力强的人，在面对突发、极端的压力情境时，也可能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复杂反应而无法有效应对。这些反应深植于人类的本能和生理机制中，有时即使是长期的训练和准备也无法完全克服。请看图示中标注的大脑后部数字1的区域。但如果了解隐藏的能量机关，激活自动导航超能力，就可以把这种会导致悲剧的能量引流，而不会让它任意控制我们的反应。我就是用自小开始训练的这种方法，逃脱过许多次的生死劫数的。你可以尝试琢磨其中的奥妙了，也欢迎大家在留言栏讨论。等订阅量多了，我会开通会员专属区，大家可以更私密的交换想法，共同进步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，分享和点赞，不喜勿喷，非常感谢。